在封神的故事当中，通天教主有4大亲传弟子，威名赫赫，每一位都是能以一敌万的绝世大能。就比如金陵圣母，能单挑观音在内的3大菩萨，还隐隐占据上风。可除此之外，不知你是否听说过通天身边的随侍七仙？同样作为截教最核心的弟子，随侍七仙的老大曾先后打败12金仙之首的广成子，神通广大的赤精子，是法力堪比副教主一级别的存在。可最后，这7位仙人竟然有6位都进入了佛门。哪怕通天作为圣人，事后也得偷偷抹眼泪。随侍七仙中法力稍差3位，更是成了观音菩萨等人的坐骑，这对于修行中人可是无比的耻辱。3位沦为坐骑的仙人，名号大家耳熟能详，分别是狮驼岭中的青狮白象和强抢民女的金毛猴。在截教之中，称呼他们为求首仙、灵牙仙和金光仙。截教是通天这位天道圣人本着为众人截取一线生机所创立的无上大教，门下弟子山野走兽不计其数，这7位是其中的佼佼者，是最具代表性的存在。原本这7个弟子都谨记圣人教诲，始终紧闭洞门，在煎熬岛潜心修炼。如果封神大战能正常发展下去，最后也能得个善果。可谁知竟然发展成了圣人大战，通天教主亲自下场。那么身为随侍七仙又怎么能独善其身呢？他们最后都落得什么下场？随侍七仙第1位也是他们的老大乌云仙，原型是一只金须鳌鱼，法力极为高深。通天教主设下万仙阵，乌云仙便被派往其中作为主阵之人，而元始天尊一方则是由12金仙中的赤精子出战。赤精子在12金仙中仅比广成子低1头，两人分别是玉虚宫中姬玉骨、姬玉庆的门面人物。但赤精子进入万仙阵还没有半刻钟，3、4个回合过后就被乌云仙用混元锤一锤子锤趴下。还没等到赤精子反应过来，索命长剑就横在他的脖颈，眼看就要成为12金仙中第1位陨落的存在。外面的广成子紧急驰援，闯进来和乌云仙战作一团。可即便2打1，乌云仙依旧游刃有余，抓住时机将广成子同样打趴下。不过对方毕竟是12金仙的老大，皮糙肉厚，紧接着就往远处逃跑。通天教主看到这一幕，心中非常的得意，他截教的弟子个个都比阐教强。先前的赵公明、三霄娘娘、金陵圣母，每一位都是压着12金仙打，现在的乌云仙同样也是，足以说明谁更会教导弟子。在通天教主的示意下，乌云仙紧追不舍，定要将广成子擒拿。可随着2人一追一逃，离圣人们越来越远，眼瞅着就要追上的时候，西方准提道人突然出现，让过广成子，拦下乌云仙。这位的厚脸皮，截教就没有不知道的。明明是阐教、截教2方弟子的战斗，这位西方圣人却接2连3的插手。孔宣5色神光无敌，他便用7宝妙术抓走当护法；龟灵圣母不肯归顺，他便让小童用口袋捉走。一不小心放出文道人，把可怜的龟灵圣母吸食殆尽。而现在拦住乌云仙，意思自然不用多说，那就是让对方改换门庭，去他西方教修行。可乌云仙在通天教主座下修炼1000年，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怎么能干？联想到前些时日，对方联合其他3位圣人围殴自家师尊，顿时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挥剑攻击眼前的圣人。结果不言而喻，准提道人轻轻一挥手，乌云仙就被迫现出原形，让对方丢入八德池，永远也不能恢复人身。这对于随侍通天的乌云仙来说，何止是奇耻大辱？但相比于下面的几位，他还算是幸运的。万仙阵中，自从乌云仙落败被擒，其他几位随侍七仙也紧接着登场，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求首仙、灵牙仙和金光仙。这求首仙乃是上古一手青毛狮子得道，原本和乌云仙一起执掌万仙阵中的太极阵，对方被准提用6根清净竹调走之后，他就只能1个人上场。于是元始天尊派出了文殊，将强大的先天至宝盘古幡交给对方破阵。这面幡子可不简单，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力竭而亡后，肉身化作日月洪荒。而那把坚不可摧的开天斧则一分为3，斧刃化为盘古幡，斧头化为混沌珠，斧柄变成太极图。这3件神器是洪荒世界最强大的法宝。盘古幡拥有撕裂鸿蒙混沌之威，粉碎诸天时空之力，演绎造化无极之道，统御万法奥义之功，开辟天地寰宇之能，并且能操控天地之威，功法造化更是位列洪荒第一，不在通天教主的诛仙阵之下。文殊得了这件强大法宝，又经由准提道人点开内心灵光，使出独特的法身。求首仙见势不妙就要逃跑，但对方哪里能放过他？文殊广法天尊将捆腰绳系起，轻轻松松把求首仙拿下。之后元始天尊命南极仙翁将其打回原形，就这样，求首仙化作青毛狮子，成为文殊广法天尊的坐骑。另一位灵牙仙的命运也大抵跟他相仿。灵牙仙乃是一头6牙白象，在万仙阵中把守两仪阵，兵器是一对雌雄双剑，战力也是极为不俗。但和大名鼎鼎的普贤真人相比，那就有点相形见绌了。
普贤真人是12金仙中唯3修成法相的高手，金身法相一出，化作一个3头6臂的巨人，手中拿着好几件威力强大的法宝。灵牙仙在截教万仙中不说籍籍无名，但也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虽然本领神通都不小，可在声名远扬的普贤真人面前，最终还是遗憾地败下阵来。在南极仙王的扶持下，化作6牙白象，成为普贤真人的坐骑。日后更是跟随对方转投西方教，在佛门4大菩萨之下，似乎也还算得上有面子。说起4大菩萨，就不得不隆重介绍下下面的这位了：12金仙中的慈航道人，也就是大伙耳熟能详的观音菩萨。同样凝聚了金身法相，法力浩瀚，鲜有人能匹敌。万仙阵前，继求手仙和灵牙仙落败，在4象阵中，金光仙又再一次出现。金光仙的本体是一只金毛猴，实力强大，但观音菩萨的名号满天神佛中都是数1数2。金光仙比起求手仙和灵牙仙更加不如，而慈航道人在12金仙里单凭法力来说排第1也不是不可能。金光仙同样乖乖现出原形，化作金毛猴，成为对方的坐骑。有着元始天尊的首肯，他想要反抗也不可能。于是这随侍7仙中的3位就这么成了3大师的宠物坐骑，后来一起跟着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游之时，3妖仙下凡作乱，青狮白象去了狮驼岭，而金光仙则是去了朱子国，霸占了朱子国王的金圣宫娘娘。而为什么说他们比乌元仙还惨？那是因为乌云仙虽然被养在池子里了，但大体还算完好，而求手仙青狮直接被文殊菩萨给删了，用来报复他在封神大战中的不敬。金毛猴赛太岁下凡作乱，总是喜欢强抢美女，于是后来观音菩萨就把他变成了美女。原来双方都是地位差不多的存在，现在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你能说不凄惨吗？可有着元始天尊在上面，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不过这随侍7仙中倒不是全部都过得凄惨，有一位叫做长耳定光仙的家伙就很是自在，在西方美滋滋做佛陀。至于原因为什么，那是因为这位仙人做了叛徒。封神里法宝无数，通天教主手里除了鼎鼎大名的诛仙4剑，还有一件6魂幡。这件法宝威力巨大无比，能重力地火水风，改造世界万物，是通天教主的绝世杀手锏。此幡呈3角状，幡下有6条幡尾轻轻飘扬。通天教主在诛仙剑阵被破后，欲反败为胜，便在蓬莱岛紫之崖上祭拜6魂幡。6条幡尾上各写有接引、老子、元始、准提和武王姜子牙的名讳，早晚用符页。拜完之日，将此幡摇动，立即取人性命。此宝是通天教主最后的手段，打算用来暗算4圣，改变宇宙地火水风，抹除他们的天数。红军道人当初知道圣人大战不可避免，特意让3清服下陨圣丹，就是防止通天狗急跳墙，将整个洪荒世界毁灭了。然而这唯一的至圣法宝却被偷了。通天将这件法宝交给长耳定光仙保管，很显然是非常信任对方。可这位兔子成精的家伙看到敌众我寡，己方落日下风，便找机会带着6魂幡背叛通天，直接投入西方教的门下。西方2圣求贤若渴，恨不得把东土的地皮都卷回去。看到随侍7仙之一的长耳定光仙来投，自然是欣喜不已。于是，在失去了最后的杀手锏后，通天教主功败垂成，遗憾的收场。他的随侍7仙之中，有一位叫做金箍仙马穗的存在，也是7仙中唯一有姓名的仙人。和其他几位比起来，算是默默无闻，但仅仅一招就将12金仙的黄龙真人束缚，足以见到他的厉害。万仙阵失败之后，金箍仙得以逃脱，虽然不知道踪迹，但凭借圣人弟子的身份，在哪里都不会过得差。黄龙真人在12金仙算是法力最差的一位，但能让元始天尊收为弟子，多少也差不到哪儿去。金箍仙马穗还算有点战绩，并且唯一有姓名，比较特殊。随侍7仙的最后一位毗卢仙就更没消息了，在万仙阵中就是打了个酱油，战败后干脆利落的投降，去了西方教修行。千年以后得以成佛，和长耳定光仙做了同事，日常跟3大菩萨的坐骑也是时有见面。老大乌云仙更是被养在水池里。这么一看，随侍7仙中的6位都因为各种缘故到了西方教，就一个金箍仙马穗得以逃脱，难怪就他有名有姓，特殊之处原来在这里。也不知道他逃脱之后有没有回到通天教主的身边。堂堂圣人，随侍7仙6个被西方教拐走，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番心情。那么你对这7位仙人怎么看待呢？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咱们下期继续。